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欧奇喵，欢迎来到魔魔与魔玩俱乐部。作为年终总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工作室最近的喷涂改色作品合集啊，也是给大家配色上做出一些推荐和灵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鉴赏一下吧。首先是 AMG 的 TR1 高达 ，TR1 系列是以模块化设计著称啊，其原型机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更换装甲、背包实现多种形态切换，是细节狂魔的最爱。庞大的外甲结构为刻线和分色提供了绝佳的舞台，适合追求精密机械感的玩家。这边也可以看到喷涂过后采用的是亚光白为主色，辅以橙色和黄色点缀，在整体的装甲上重新设计了装甲的刻线，并施以荧光水贴作为细节表现，强化了机械结构的层次感。武器与关节处的金属黑喷涂提升了整体的厚重感与实战氛围。接着是 AMG 新风者 PF 高达，以高机动性和丰富的武器配件作为核心卖点，其流线型的外甲和外露的喷口设计非常适合表现速度感和科技感。这边是用到了2种不同的颜色去进行喷涂设计，全装 FA 以浅灰为主色调，搭配金属层和肩膀的小队 logo， 手部和背部的重火力营造出了武装姿态感。外甲采用了消光处理，喷口与武器施以金属色，通过光泽对比突出动力核心的存在感。而炮口方面则使用了灼烧的技法，水贴选用了低饱和度的标识，避免破坏整体的简约风格。第二款喷涂样式则为 FA， 形态则是乱扭吉姆，全身采用了数码迷彩的方式进行呈现，整体适应消光和荧光层的细节作为点缀，呈现出厚重的机甲感，与第一台的简约风格做出了对比啊，你会喜欢哪种风格呢？然后是 2G 元祖的 2.0， 这款模型算是2024年底备受关注的一款模型了，以极致的分色和可动性著称，在原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的升级，俗称 RGU。外甲结构还原了初代高达的厚重感，是还原档的标杆。喷涂口的外观则是推出了4款定制配色的方案，一种是 RX781号机的配色方案，整体以亚光灰为主，金属黑点缀，浅灰和荧光橙作为辅佐，营造出了战场老兵的沧桑感啊。盾牌和脚底边缘的红色和本体做出了反差，而 G3 的浅紫与纯白搭配，相对于硬核的颜色显得更加马卡龙基调了些，打造优雅骑士的气质。肩膀与手臂的紫白分割增加了细节，而第3种红牛阿尔法车队的配色经典红蓝白的配色了，金属红强化装甲质感，深蓝色和藏青色则是让主体显得更加沉稳和具有力量感。盾牌上的水贴刻画让本体凸显了配色主题，最后则是卡配色，把赤红作为主色调的情况下，用哑光将主体的颜色下调。腰腹部和裙甲两侧与脚底则是用到见底红进行喷涂，让其整体性表现更加统一。银色的水贴则将细节进行提亮，化身赤色灰系的专属座驾。作为展示样机，其实 2G 元祖 2.0 的改造空间是非常大的，发售时价格就水涨船高啊，以至于将近300了。正好现在拼多多10周年叠加新春大促，推出魔玩秒杀专场，1块钱就能拿下我手里这只 2G 元祖 2.0 的全新模型。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对230，现在1块钱就能秒杀到了。胶圈都知道买胶必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我这边也是青色活动的真实才分享给大家的，我找官方申请了5000个粉丝专属秒杀名额，活动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下方链接还在，就还有库存。在我的专属链接里点进去就能领取专属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都可以，快去拼手速吧。OK， 回到喷涂展示，接下来的模型是 AMG-SD 的飞翼高达。SD 飞翼以 Q 版造型还原了飞翼高达的经典轮廓，外加简约圆润，适合一些可爱的风格去进行操作。但这边用的是珍珠白和边缘金色渐变的表现形式，在翅膀方面是以镭射线条表现其华丽的形态，整体在金色与香槟金之间错综交杂，有些许梦幻感啊。装甲边缘是以赤金勾勒，提升了整体轮廓的锐利度。关节与武器选用了密银和金属黑与华丽的主色调进行契合，梦酷兼具了。再来到 HG 的神鸟高达，这款模型以水星的魔女中的幻之机体的身份登场，外甲线条锐利且充满了科技感，透明件与喷口设计为了表现速度感提供了绝佳舞台。喷涂后则是将全身的白色改为了哑光红色，金色部分用到了盖亚的星光金，让质感更加突出。但翅膀和浮游炮使用到的特效线则是 3D 打印件，在荧光橙色的喷涂进行呈现，在紫光灯的照射下呈现出的效果非常舒服。接着来看一下 HG 的科西高达，科西高达以闪光的哈萨维中的主角机身份登场，外甲厚重且充满了工业感，整体的外观表现本来就非常硬核了，喷涂则采用了哑光白为主色，整体添加了刻线，让造型不显得过于单调，辅以金属黄橙色点缀，还原了科西的经典形象。外甲刻线重现了设计加深，并施以浅灰深线，强化了机械结构的层次感。武器与喷口选用了金属黑，这里也使用到了灼烧技法，提升整体的厚重感与实战氛围。然后是 AMG 的 EX 脉冲高达，EX 脉冲是高达世界杯中的创战机体啊，外甲结构复杂也充满了科技感，可通过更换背包实现多种形态的切换。
款，这边使用到的配色也相当典雅了，不同百分比的灰度在肩胛与小腿之间的错综交杂，使用刻线做出了高低落差，在手臂、大腿和肩胛部分随处可见。整体的骨架与喷口都施以了金色，强化了动力核心的存在。多数的配色分色合理安排也提升了机械结构的层次感。然后是 HG 的魔灵高达，魔灵高达外甲线条是有些生物感的，透明件与喷口设计为了表现刻痕提供了绝佳舞台。喷涂整体是相对简约的，白色与灰色交错，颜色使用到了盖亚纯色系列的红色，从躯体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在头部火神炮的位置也有金属色的勾勒，装甲边缘与周身也以刻线的形式提升了轮廓的锐利度。接着是 HG 的恶魔审判者，作为反派机体外甲厚重且充满了压迫感，武器与喷口的模块化设计为了表现毁灭之力提供了空间。头发后面也采用了这种四色分明的材质去展现它的一个灵动感，采用哑光白为主色，辅以巴卡龙的紫色与骨架清扫的黑铁色进行点缀，营造了一些暗黑骑士的感觉。整体也用到了外甲刻线，并施以浅灰渗线，强化了机械结构的层次感。在盾牌部分则使用到了闪电喷涂的技法，并不是水贴提升了整体的攻击性和威慑力。最后则是 HG 高乌尔网，这边设计成了3人成型的小队形式。3台硬说起来的话，其实规格比较统一的，在肩膀等细节部分使用到了小钢珠镶嵌的手法，提供了一些巧思。周身也使用到了刻线，将整体统一的外甲细致分布，重新塑造整体的构架，提高了轮廓的锋利度。模型整体相对较小，仔细观摩的话，刻线也是能发现一些小彩蛋的。本次展示的每一台模型都是保留了机体灵魂的基础上，通过刻线和喷涂改色注入了全新的视觉语言，从经典的红白蓝到梦幻的渐变，从冷峻的哑光黑到炽热的哑光红，每种配色都承载了我们工作室喷涂师对高达世界的独特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款是你的菜？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模型焕发新生，也欢迎来到萌萌与魔玩俱乐部，我们一起讨论模型的创作之路，打造你心里的那一款最终模型。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是欧金喵，我们下期再见。